张选不再听着管事的废话，让那妇人带他们去看那老财主。那妇人哭哭啼啼的领着众人走了半天，才在一处牛棚里找到了王老太爷。只见那财主竟然被锁在了牛棚里，浑身都是粪便，臭不可闻，熏得众人是连连后退。老爷，快醒醒！青天大老爷来了，来给咱们伸冤了！你们不是说粮食都是这老财主的吗？粮食现在是村里征用了，不能说是他的了。那老财主看到一群人，吓得是缩在角落里不敢说话。那为何把人绑在这里？他年岁大了，有精神病，才绑在这里。你这老头休要胡说！我们刚从赵家沟过来，再不说实话，绑了你！你继续说。大人，我们老财主心善呐，问问村里这些狗东西，这些年借了我们老爷多少银子，多少粮食，我们老爷可有为难过你们？那妇人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声嘶力竭，指着村里那管事的，恨不得吃了他。这群天打雷劈、忘恩负义的东西，我们老爷留下了所有的粮食，他们还是不放心，把我们老爷出去后保管，活生生的饿死了我们老爷一家15口人呢，连小孩子都……要不是他们认为我们老爷还私藏了粮食，没告诉他们，老爷也早就被他们活活饿死了呀！这老爷不要听这妇人胡说八道，俺们真的没有，哪个村里没饿死人啊？这……既然王老太爷的粮食被村里征用了，为何不给他家里人吃呢？这管事的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当官的来他们这穷乡僻壤，一点准备都没有。大人，还有一个，之前王老太爷家的远房侄女也被这些畜生给抓到了家里，强行给糟蹋了。只要把人救出来，他也是证人。来人，把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都拿下！陈乔乔找了口锅，做了些流食喂给了那老财主，又给那老人找了些衣服换上。谢念找了些绳子，把苗家村的人都给绑了。回城的路上，那些官员不时地发出一些叹息声。这些惨绝人寰的事情到底还有多少？李天才被放出来后就被商会除名了，被除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捐给冀州1000担粮食，并承诺帮助筹措过冬衣服1000件。张选更是宣布，李天才作为第一个捐款的商人，往后3年在冀州府城行商免50%商税。此言一出，所有商人都心动了。同一天，一匹快马带着公告跑遍冀州各地，特别是通川的李家村，把李天才捐赠的事儿宣扬了个遍。看到没？关键时刻呀，还得是咱们通川的。李老爷大气呀，看那些人都装缩头乌龟呢，就咱们李老天爷长脸。不过那公告上说的是真的吗？也太可怜了，饿死了不少人呢。要么咱们也出一份力吧。是啊，咱们通川今年怎么也比他们强。同一日，各县知县先后宣传，每日改为喝粥，与受灾百姓吃一样的东西，并且开始积极走访受灾严重的村镇。夜里，陈乔乔和张选在府衙后堂商议了1个多时辰。第2日，大批的官兵赶着马车从城门口陆陆续续的进来。朝廷赈灾粮食已到，各位速速让路。雍州支援冀州粮食，药草20车，已至冀州城外，速速派人接收。允州支援冀州粮食，棉被15车已送到。当家的是不是有粮食了？有药草了。娘，你再坚持坚持，马上就有药了。小宝，有吃的了，娘不会让你饿死的。灾民一片欢腾。陈家村，陈正安正在读陈乔乔送来的信，信里把陈乔乔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都写得清清楚楚。乡亲们，要不是有乔乔，咱们村现在又是个什么光景？地下的刘老太太有些不服气，那位大财主才是大好人呐，前后借给咱们村3次粮食了。是啊，说起来呀，这大善人比陈乔乔还好呢。一群瞎眼的东西，做什么青天白日的大梦呢？什么狗屁大善人，那都是乔乔花钱买的粮食。啥？那些粮食是陈乔乔借给咱们的？怎么可能？既然是他怎么不直接给咱们发呀？还说什么大善人？为什么？还不是怕你们有了依仗，怕你们不好好干活，怕你们知道粮食来的容易了，每日就知道扯闲话。他走过人群，一字一句地说：大哥，把他们借粮食签的字画的押拿给他们看。陈乔良拿过一个匣子，
匣子里是陈家村这几次拿粮食时候画的鸭，一时间众人都傻了眼，特别是那几个平常和陈乔乔一家不对付的。刘老太太一张脸最是难看的。陈家村也是冀州的一份子，你们可以不出力，但是让我们兄弟再听到有人说我们二姐会县主半郡的不是，别怪我们不客气。谢勇、谢安国不约而同走到了陈乔良、陈乔生兄弟的后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郑安叔，我和幺妹做了一些小孩子的衣服，这些能不能托人送到冀州？我们想帮二姐。这包裹里面是陈乔乔不在的这段时间两个人一起缝补出来的衣服。郑安叔，我们家还有一些粮食，我们愿意再捐500担。郑安，俺们家卖鸡毛掸子，也没有别的，俺存了点铜钱，不多。最后把一包铜钱放到了陈正安面前。铁呀，你还有2担3担呢，有这份心就够了。听我一句，这钱给2担3担留着。不用，这是俺们家一点心意，你要是不收啊，就是看不起我陈铁。俺老太婆托了会县主的福，还能多活2年。俺家也没啥，20个鸡蛋。正安，你老小子要是嫌少，以后老太太就再也不登你家的高门了。陈正安双眼通红，背过头去，使劲抹了把眼睛。5两银子，粮食要给俺小孙子吃呢，直接给银子了。宋大娘指使儿子扛了2袋粮食过来。主子，咱们家捐5袋粮食。安国，家里的钱你知道在哪儿？去拿吧。不是让大家捐东西，不用忙活了，这年头都不容易呀。可陈家村的众人这次都不听话了，这家拿10来颗白菜的，那家拿1袋子土豆的，不管是什么，只要能填饱肚子的，他们都愿意出把力气。东西杂七杂八，什么都有，竟然在村子中间堆成了座小山。陈老二不顾李老太的反对，硬是从家里扛了5袋粮食。爱欠刀的玩意儿，老娘这是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家里都要饿死了，还填补外人。娘，老二这1年没少给家里干活吧？这5袋粮食就当我们二房的辛苦费也使得的吧？怎么就饿死了？哪顿饭没给您做呀？您可别瞎说，年纪大了也不积点口德。陈老汉也支持陈老二，这些东西整整装了3车。陈乔良和铁牛还有谢安国负责赶车送往冀州城。商会总部郝大友怎么也没想明白，朝廷的救灾粮不是没了吗？怎么又送来了这么多？要是这样，他们囤的粮食和药草可怎么办？这要是压到手里，这可怎么办？夜里，冀州城外大概100多个黑衣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冀州府外面。冀州的城门缓缓被打开，那些黑衣人行动迅速，显然是早有预谋。只要东西尽量不要闹出人命，服从指挥，拿好地图，按计划出发。同一时间，冀州城的车马行几10辆空马车也已经准备好了。今夜去拉货的兄弟都是我记一刀信得过的兄弟，千万不能走漏风声。一片调皮的云彩突然遮住了天上的月亮，城中不时有打斗声、闷哼声传来，接着便是拳脚声、开锁声，一袋袋的东西被扛到马车上，从街道各处趁着夜色拉往府衙仓库。第2日，会长，大事不好了，昨晚仓库失窃了，干爹出事了！哎呀，干爹，我那里出问题了！到底什么事的？大清早的。郝大友才刚从小妾的温柔乡里睡醒，就被外面一叠声的出事了给气得不轻。干爹，喂！一个茶盏碎在了王大头身侧。死了爹娘还是要掉脑袋了，老爷吃点东西都等不了。你们的规矩呢？啊！几人都吓得跪到了地上，再不敢发一言。何管家让婢女上了3道粥、5道小菜，并7样小吃。郝大友在小妾的亲手侍奉下，不紧不慢地吃起了早餐。又过了1刻钟，郝大友不紧不慢地擦了擦嘴，剩下的一大桌东西有大半都没有碰。撤下去吧，天天就这些东西，看着没胃口。是老爷，小的该罚，明日啊，保证弄些开胃的。什么火烧屁股的事，值得你们大清早来扰了老爷的好事？干爹，昨日我装粮的那宅子失窃了。我也是啊，干爹，家里仓库昨晚进了贼。老爷，商会仓库大门昨晚被打开了。什么？你们再说一遍。干爹，咱们囤的那些粮食药草昨夜失窃了，损失了8、9成。看守的人呢？都死了不成？看守的人都被打晕绑了起来，据说呀是一伙黑衣人，手里有刀。
行动迅速，身上还有功夫呢。咱们的人不是对手啊！这伙贼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事先竟然没有半点风声。干爹，这要不然报官吧？你们这些蠢货！我们前几日刚说完没粮食，现在去报官，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张雪我们手里有粮食吗？先别声张，这么大批的粮食药草运输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先去查探一下，再做打算。是，老爷，小的这就查。郝大友挥了挥手，让人都退下了。府衙里，罗师爷和刘主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才一晚上，府衙的仓库怎么满了？统计好之后，赶紧发给各县衙，再往下分发，一刻不要耽误，这都是人命啊！陈桥梁他们拉来的车也到了，这3车五花八门的物资一路进了冀州城，不少人都注意到了，实在是车上的东西太杂了。大哥，铁牛哥、安国哥，这一路你们辛苦了。二哥，你怎么来了？家里都还好吗？都好，都好。谢安国隐晦地说：乔乔，村里收到了你的信，大家伙都惦记这边的灾民，这车上的东西都是大家伙凑的，你看能不能用上？陈桥梁心急火燎的就去卸东西。大哥，你歇一会儿。圆圆，快让马大娘弄些吃的，大哥他们肯定一路都没吃什么东西。好嘞，这就去。哦，对了，小姐，王老太爷醒了，吃了些东西，还不太能说清楚话，不过大夫说没什么大碍。陈乔乔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冀州的书生也走上了大街，能干体力活的都帮着扛东西，不能干体力活的也帮着分发粥和熬好的药草。寒冷的深秋，冀州城却多了几分生机。大家伙喝了粥都回家去，大街上太冷了，之后粮食会发到各家各户，之后官府会派人帮大家修起房子，万不可在大街上过夜了。张选大人，张氏药堂愿意出10名大夫为大家义诊3天。张选大人，刘氏布庄愿意捐出100匹粗布，分发给灾民御寒。张选大人，小人如今没什么本事，愿意帮灾民修缮漏雨的房屋。大人，我家有不用的房子，可以借给没地方去的灾民御寒。好啊，大家伙去刘主簿那里登记，非常时期，一针一线皆不嫌少。本官在这里为灾民谢谢大家伙了。商会里，郝大友听着那些看管仓库的人汇报，这哪是什么盗贼，分明是训练有素的官兵。什么朝廷的粮食到了，都是骗人的。这发的药草和粮食分明就是他们的。这个老匹夫！会长，会县主求见。妈的，这个小娘胚还敢来呀！干爹，他们简直欺人太甚了！怎么还能把粮食抢回来不成？把人请进来吧。他既然敢来，老夫倒是要看看他有什么可说的。陈乔乔带着谢念和圆圆进来，就看到一脸淡定的郝大友和他身后3个凶神恶煞的野狗。郝会长，不请本县主坐下吗？县主说笑了，请上座。来人，给县主上最好的铁观音。陈乔乔落落大方地坐了下来。冀州实在是缺粮，用了点小手段，借了会长和3位副会长一些粮食，还望您体谅。体谅你妈个头啊！啊，李天才呢？上次辱骂本县主那个。大头，休要胡说，还不给会县主道歉？王大头这个气呀！会县主，小的口不择言，给会县主道歉。小事小事，本县主从不计较这个的。不计较？你把李天才打得现在还下不来床。会县主的小手段，老夫领教了。不知会县主今日来时，实在是没办法才出此下策呀。不过我想，会长您肯定也记挂着冀州百姓的。今日是来请郝会长带个头，帮冀州百姓度过眼前难关，又能免商税，还能博个好名声。郝会长，有时候呀，这名声可比钱重要呢。郝大友眼睛微眯，第一次认真打量起这个小县主来。老夫也想捐呢，可老夫这仓库刚遭了贼，怕是没东西呀。都说了是借的，自然是要还的。圆圆立马把手里的账本递了过去。郝大友看得眼皮直抖，这上面记录了官府从他们这拉走了多少粮食，打算用多少，连他捐多少都给他定了，合着就是通知他呗。县主小小年纪，办事实在是，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得罪人太过。没办法，年轻不怕这个，等我到您这个年纪再怕死也来得及呢。会县主说笑了，就按会县主说的办吧，老朽觉得甚好。账本上他们的粮食药草被征用了一半，剩下的一半等官府有了银子，会把粮食药草都还给他们，或者按市场价折给他们银子。这么算下来，王大头几人虽然不亏钱，可这几个月可是白折腾了。干爹，这
怎么，老子的话不好使了？乐意的就这么办，不乐意的就滚出去，自己想办法。三大畜生面面相觑，最后只能妥协了。郝会长果然大气，这等好事必然要宣传的全冀州都知道才好。本县主在这里替全冀州的百姓谢过了。郝大友捂着胸口，一句话也不想说，他的心也在滴血好吗？下午，全冀州都知道了冀州商会会长郝大友携3位副会长为冀州百姓捐粮1万担，捐各种草药3000余斤。商会下面的一些商家可算是松了口气，富贵茶楼捐银3000两，冬衣500件，马记钱庄捐粮2000担，药草若干。整个一下午，不断有商会下面的商家来捐粮捐物，还有人带来了一些家丁供府衙差遣。张选负责坐镇，钱师爷负责记录，刘主簿负责分发给各县。陈乔乔是哪处需要到哪处，哪里有急需就到哪里去。请问红谷县怎么走？我们老爷派我们来给红谷县送了一些药草和粮食。你们也是到红谷县的？哦，我们也是。我知道路，一道去吧。你们家老爷是高大人的同窗？巧了，我们家老爷也是。徐州知府下属陈三送来捐献物资，不知何人接受？我们是荆州的，谁接收一下物资？幸会，我们是通州。哎呦，那还是邻居呢。张选和罗师爷、刘主簿一下午是忙得脚不沾地，到了半夜都没有闲。可他们越忙，心里越热乎。原来还有这么多人惦记冀州呢。红谷县高守成看着眼前的来自五湖四海支援自己的昔日同窗的下属，不争气地哭了起来。其他县城也是这样，有同僚，有同窗，也有岳父支援女婿的。才走了1天的陈乔良他们又回到了冀州，还带来了朱小福、乔氏炸鸡店3家分店的店主，以及3大车的处理好的生鸡，同时还进了李天才家的酒楼开始炸鸡。帮忙的人很多，有张选的夫人和家里的下人，还有之前的灾民。开城门！随着守城门士兵的一声呐喊，冀州城的城门开了，无数的冀州人在冀州城外分站两侧，他们面前摆着一排桌子，桌子上面有数百个包裹，每一个包裹里面摆着大饼、馒头，还有一份不多却人人都能分到的炸鸡。祝各位大人一路顺风！大家伙都快出城吧，这是冀州百姓给大家准备的路上吃的，都是些粗粮，千万不要嫌弃啊。那些人不断领着包裹，忍不住抽泣起来。那馒头还是热的，肯定是忙了一夜才做出来的。所有人都珍惜地抱着手里的包裹，不断地和冀州百姓告别，才在冀州百姓再三的不舍声中，踏上了返回各州的路途。陈家村里，5辆马车带了不少粮食和京城的糕点，停在了村口。蔡祥回京后一直惦记着他们，这是他个人买的一些粮食和糕点，他也个人支援了冀州一批东西，都拉到了府衙。陈哲安热泪盈眶，没想到蔡祥大人还记得他们。张大人，冀州之所以如此艰难，如此被动，都是因为那些贪官污吏从中贪污了救灾的粮食。此次蔡祥大人的家仆正在陈家村。剩下的话不必说了，张选自然知道怎么做，直接递折子递不上去，如今可算是有梯子了。第二天，陈乔良几人和曹掌柜、朱小福他们也回到了陈家村。又过了几日，陈乔乔带着圆圆和谢念踏上了一起回陈家村的路，只留了一封信给柳群，悄悄地离开了。另外，王老太爷和春喜也选择了和他们一同上路。在回陈家村之前，王老太爷还要回一趟苗家村。这次王老太爷主要是为了把去世的家人好好安葬。陈乔乔又花银子雇了几个汉子，在一处乱葬岗经过春喜的指认下，才找到那些人的尸骨。王老太爷一把年纪了，颤抖着一双满是皱纹的手，和那几个汉子把一处小土包重新修葺了一番，立了一块碑。春喜忍不住趴在坟上痛哭。风烛残年的王老太爷看着那墓碑，嘴唇抖得厉害。尘归尘，土归土，走吧，回村里，还有一些东西要带走。春喜扶着王老太爷一点点往他们的宅子去，吱呀一声，门开了，里面再没有往日的欢声笑语，角落已经起了蛛网。去把那处衣柜挪开，后面还有些养老的东西，一并带走吧。春喜是个直肠子，和圆圆2个人挪开了衣柜，
后面是墙壁。拿东西直接砸吧，墙里面呢。谢念到外面找了个趁手的工具，几下就把墙砸开了。不是吧，不是吧，随便捡个老头竟然也是个 boss。后面是个不大不小的暗室，里面有些银钱，还有些物件，都搬到车上去吧。里面的东西真不少，3、4个大箱子，还有几个小的箱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呀，老喽！老太爷不知道竟然从哪找来了火折子，竟当着众人的面一把火把这个好好的宅子就这么烧了。还没等进村，村口的3蛋就嗷的一嗓子吼的半个村的人估计都听到了。乔乔回来了！啊，不是，是县主啊！哎呀，回来了！哎呀，乔乔啊，瘦了，这孩子瘦了呀！冀州城那边都咋样了？听说都饿死人了！哎呀，太惨了！娘，让乔乔回家再说呀。乔生他们都在这里等着说句话呢。这些人还没走，村里又涌出了不少人，有打听冀州情况的，也有问陈乔乔这些日子吃什么住在哪里的。哎呦，乔乔，这是知府老爷赏的嘛，这可真好啊！这是铜的吧？光这箱子就值老钱了。这箱子可太稀罕人了，这要是谁家有这么2个箱子，能传下去多少代呀？这得。春喜有些紧张，这可是他们家老太爷的全部身家呢。哎呀，行了，乔乔才刚回来，有事改天问，赶紧让乔乔先回家去。这些人才让开了路。大哥，这是王老太爷，以后就叫太爷吧。你带着太爷去选个合心意的屋子，这是喜姑姑，给喜姑姑也安排个住处。我就是个下人，我睡哪儿都成。申喜姑姑，我们家您也看到了，这么大呢，房间有的是，您就当是自己家。王老太爷倒是没怎么说话，拿眼睛打量着这里的陈设，显然是还算满意。大哥，这些箱子都是老太爷的，你一会儿帮着搬到老太爷屋子里去。快过来吧，让姐姐抱抱，看你们2个胖了没有？对着早就想上前的幺妹乔梅张开了怀抱。二姐，以后不要出去了，幺妹好想你啊！我给二姐做了衣裳。这些天在家乖不乖啊？有没有淘气啊？2个小丫头齐齐摇头，她们每天可乖了。夜色渐浓，陈乔乔泡在浴桶里，一动都不想动。陈乔乔不禁想起了顾玄之来，也不知道这个狗男人在山里怎么样了。回忆起2个人从一开始认识到现在，陈乔乔突然觉得有几分难过，好像自己每次有事顾玄之都不在。如果他们2个人真的在一起了，是不是顾玄之也是每日这么忙呢？可他真的很喜欢顾玄之。不想了，还是搞事业要紧，没有事业没有银子，光有个狗男人又有什么用？陈乔生的胳膊好的差不多了，昨日已经去镇子上读书了。春喜姑姑，太爷住的还习惯吗？王老太爷性格变得很古怪，平常不怎么和他们说话，也不怎么出门，有些不习惯的。不是，乔乔啊，俺不是说这里不好，这里已经顶好了，实在是我们老爷变故这么多。陈乔乔明白春喜的意思，故土难离。又过了2日，我的小东家呀，哎呦喂，您可尝尝吧，这锅包肉，这鱼香肉丝，这味道到底怎么样啊？小福说，您真的是这个。如果人人都像朱小福这样钻研，何愁不成功？没办法，就爱这个。陈乔乔拿起筷子开始尝菜，这些菜他也就知道大概的配方，没想到朱小福竟然能摸索出个7七8八来。这个锅包肉，这个凉了好像不是很酥脆。小福说，这个建议炸的时候可以炸2次，第2次炸的时候火大一些，快一些，不用太久。这个陈乔乔看着眼前这一碗复刻出来的古代麻辣烫，有些一言难尽。这道菜我再自己研究研究，这个味道有些不对。这个口水鸡，这个鸡肉煮熟之后要用凉水浸泡一下，这样做出来的肉味道会更好。这个大盘鸡再做的辣一些，配料可以多放一些。水煮鱼味道不错。之后陈乔乔又尝了其他菜，每一道菜都根据味道给出了不同的建议。晚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让姬大爷没了睡意。乔乔，我找你有些事，方便到我家里去一下吗？知道事情紧急，陈乔乔也不啰嗦，换了衣服就随着谢念出去了。谢家，顾玄之穿着一身黑色劲装，坐在正中喝着茶。黑了，瘦了，看着有些憔悴。看到陈乔乔，顾玄之的眼神柔和了不少。一旁的小九看到自家主子那神情，真是没眼看呀。本来他们是要趁着冀州大乱攻打冀州的，按照他们那位师爷的推算，冀州应该是孤立无援。这2日正是暴动之时，不少人因为朝廷没有粮食，最后揭竿而起。
而这个时候他们也算师出有名了。说到这里，顾玄之停顿了一下，轻笑出声。可谁知出了些岔子，冀州转危为安。陈乔乔一脸懵，合着他就是这个岔子呗。为了可以抓住这次机会，他们想了个好法子。陈乔乔阵阵发冷，直觉这件事儿可能牵扯到自己了。他们想控制陈家村，抓住惠县主，然后劝惠县主成为他们的自己人。这样一来，冀州的民心自然归他们了，趁机再拿下冀州，想来也不会引起百姓的反抗，相反，可能还会更得人心。好家伙，好家伙！这个什么狗屁师爷真是长了一颗聪明的脑袋呀！合着他在这忙活，人家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呢。这是他们打算怎么做？晓之以银子，动之以金子说服你。如若不从，他们打算秘密控制陈家村，拿陈家村和你家人的性命威胁你。他能问问打算用多少金子银子收买他吗？要是真给的多，这事也不是不能商量。不过看顾玄之这个样子，肯定是皇帝的死忠了。他要是真选了前一种，怕是今天晚上都活不过去了。最多半个月，他们就会行动，而朝廷的兵马半个月内肯定无法到达。粗略估计，对方在大山深处起码藏兵10万。方法一，要么全家跑路，可这又能跑哪里去呢？方法二，归顺，估计还没等享受福利呢，就得被顾玄之这狗男人给嘎了。方法三，拖到朝廷大军围剿，可他拿什么拖呀？有什么办法吗？这件事需要冀州知府张选的配合。要怎么配合？需拖几日？张选那里我去说服他，可是陈家村需要你自己来。谢念握了握陈乔乔的手，眼里尽是坚定，他会和他一起的。在睁开双眼的时候，陈乔乔的目光里多了一些坚定。完事了没？完事，我要回去睡觉了。陈乔乔一眼都没给顾玄之，他觉得自己和顾玄之之间越来越远了。关门的声音刚响起，顾玄之再也控制不住地喷出一口血。少爷，大惊小怪什么？小声点。谢勇和谢安国也紧张的不行。顾玄之苦笑，真以为他这些日子都在山里吗？京城里的风吹草动多少人盯着呢？为了朝廷官员和永王来往的名单，他不得不亲自夜探永王府，却没想到永王府密室里机关密布，他好不容易捡回了一条命，在外面休养了10多天才恢复成这个样子。一回来又收到了谢报国的密报，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时间。我受伤的事千万要保密。谢勇，听令。谢勇、谢安国以及刚回来有些忐忑的谢念齐齐跪下。从今日起，谢家4口效命惠县主，不再为我所用。以后你们行事必须事事以惠县主为重，你们的生气会交到惠县主手上。谢念面上不显，心却跳得厉害。以后他可以只跟着陈乔乔。记住，关键时刻不惜一切也要保住惠县主。他不知道自己怎么那么在意这个小丫头，明明就还没长大。第二日，陈乔生吃过饭去了镇子里，央妹和乔梅去了学堂。陈乔家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亭子里，看着养鸡场里忙碌的谢勇，又看向远处勾搭小母鸡的鸡大爷。再望远处是村里人，白天的村子特别嘈杂，有妇人骂孩子的声音尖锐而高昂，还有鸡鸭鹅狗不时传来的各种声音混合到一起，成了这质朴生活的背景音乐，每日上演。我那几口大箱里的东西怎么也能卖上个1、2万，如果这还不成啊，那就是命了。丢下这么一句话，王老太爷背着手回去了。陈乔乔郁闷，自己表现的有这么明显？惠县主，这是我们家少爷给您的。陈乔乔打开盒子，是谢家的生气，有些意外。这太贵重了。我们家少爷说了，跟着你谢家才能活得久一些。你们少爷走了？昨夜就离开了，还望惠县主莫怪。陈乔乔的心里早就开了花了，有了谢念一家4口的生气，怪个毛线呀！不怪，下次见到帮我带个好就成了。主仆2人1刻钟后来到了陈正安家里。陈正安到县城上去了，等了半晌，总算是见到了人。严县令着重表扬了他们陈家村，今年的税也能少收2成。一会儿跟郑安叔说了这个消息，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笑出来了。乔乔啊，怎么了？有啥事儿怎么还自己跑来一趟呢？要是让你大哥来就成了。郑安叔，有点事儿，这事儿不便于让其他人知道。乔乔啊，走，陪着郑安叔去田里看看。眼看着入冬了，也不知道明年如何，希望老天爷多多垂怜。陈乔乔带着圆圆和陈正安一路来到了陈乔乔家田地里。郑安叔，你说咱们这老爷山里多少年了，也没有什么野猪老虎什么的。这不是好事儿吗？猛兽伤人呢，那野猪3、4个成年人都不一定能抓得住呢。郑安叔，这么大的深山，不应该狼啊虎啊的都没有啊？
我小时候好像是听说过野猪下山的事，不过这些年确实没有了。乔乔，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了？我接下来说的是件天大的事，听完了您一定要震惊。其实咱们这老爷山里之所以没有这些野兽，是因为都被人清理了。山里驻扎着一伙反贼，他们想要谋反。陈正安一头问号啊，听上去一点也没有说服力呢。乔乔，别乱说呀！什么反贼不反贼的，让人听到是要杀头的。你现在是县主了，得注意自己的言辞。赵先生说了，不能太粗鄙。正安说，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咱们老爷山里确实住着一伙反贼，确切的说，应该是一支军队。你想想，顾玄之为何会总在咱们这小村子里？还有谢家，他们来的是不是挺突兀的？陈正安望着老爷山的方向，嘴里是不住的喃喃道：怪不得山里的蘑菇越来越少了，原来是有人抢蘑菇啊！这都什么鬼？人家谁抢你蘑菇了？想多了呀，我的叔。正安说，数十万的军队1刻钟就能踏平陈家村，这都是真的。啥？这是10万？这一伙人这么多呀！乔乔，你没骗叔吧？叔这心脏可不太好啊！这，他们要啥？给他们就是了。要粮食还是银子？我的老天爷，天要灭咱们陈家村呢！这是造的什么孽呀？俺的爹呀，你怎么保佑的儿子？是不是风水不行啊？正安说，还让不让人说话了？你听完呀。乔乔，你先让叔缓缓，这事太大了。你等会儿。过了半晌，陈正安好了不少，开始一一盘问陈乔乔到底是咋回事。这帮人太不要脸了，竟然想抓你！陈正安听陈乔乔说完，气得朝老爷山的方向连呸数口。活该他们是反贼，太无耻，毫无廉耻。这样的人做了皇帝也不会管老百姓的死活的。乔乔，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要不乔乔，你们走吧。哎呀，走又能去哪儿呢？这到底该怎么办呢？听叔的话，带着你哥和弟弟妹妹们走吧，去京城。就不信这帮混蛋还敢在京城撒野。我谢谢您了，我的叔。听说造反的王爷就在京城呢。正安说，和大家伙说了吧，真要是出了什么意外，这么多条人命，我良心难安呀。可是要是大家都走了，村里人少了，引起了怀疑，这……陈正安真是左右为难。如果说了，怕是陈乔乔现在就有危险；可如果不说，大家伙两眼一摸黑，真到了关键时刻，怕是要闹出人命啊！乔乔，这事儿叔是村镇，不能看着大家伙啥也不知道，稀里糊涂的。万一真要是死，那也得做个明白鬼呀！京城里，龙景帝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永王就坐在下手啃着手里的炸鸡。陈乔乔做的炸鸡，如今在宫里可是一道宴席必有的菜。皇室中人颇为喜爱，宴席虽好，可一想到昨日那几封折子，龙景帝怎么都笑不出来。救灾事宜当初户部和三皇子昭力共同负责的，他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竟然愚蠢至此，被人家当刀了还傻呵呵的给人家数钱。自己这个弟弟还真是能耐呀，竟然想趁着这个时候造反，这种行径也想称王称帝，丝毫不顾及百姓的死活，只一心图谋地位。皇兄怎的叹气呀？家业应该高兴才是吧？还不是冀州的灾情。永王心里咯噔一声，之前那些找麻烦的折子都被他的人压下去了，皇上是怎么知道的？昭力，你来说说冀州现在的情况。父皇，所有拨款粮食药物均已送到冀州。冀州此次灾情虽范围广，却并无暴乱情况发生。据儿臣和户部估计，赈灾物资只多不少。冀州百姓有了这些物资，定能安然不要。好啊，昭力真是长大了。三皇子冷汗直冒，难道他那几千两银子的事情被父皇知道了？要不是冀州张选递了密折，朕竟不知道冀州竟是如此惨状。混账东西，自己看吧。大殿陷入了一片死寂。昭力一目十行地看完折子上的内容，一阵眩晕。怎么会这样？那些狗官竟然胆子如此之大，他一个皇子才拿了几千两，这些人胆子实在是太大了。父皇，儿臣不知啊。朕把救灾这么大的事交给你，你就是这么办的差事，为何不亲自监送？为何告状的折子递不上来？你这个逆子！皇兄息怒，
赵丽啊，年纪尚小，此等大事出了纰漏，虽罪责难逃，可您要保重龙体呀，不宜动怒啊，皇兄。皇帝，你倒是说说，这事该怎么办呢？皇兄，贪墨救灾银钱，此事实在是太大了，还望皇兄不要动怒，一切呢从长计议。贤弟愿意核查此事。你查个锤子！永王啊，你能这么想，皇兄很欣慰。这些年你不问政事，只知道吃喝玩乐，皇兄实在是这次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永王连连称是，差事落到他的身上，起码能保住不少有用之人，到时候随便扔出一些虾米顶罪就是了。赵丽，此次延误救灾，你可知罪？父皇，儿臣知错了，儿臣愿意领罚。三皇子赵丽延误救灾，禁足半年，不得参与任何朝政。回去找太傅好好学学，学不好不要出来见人。安通，对各州表彰的奏折，明日随着奖赏一同发往各州。我大康有如此团结的子民，何愁不富不强？张选的第二封折子里，如实把各州的反应都写了一个详细，特别是陈乔家如何算计他们筹措粮食的事情，看得龙景帝哭下不得。皇上，那惠县主可是个有意思的人，这次帮着张知府啊做了不少的事儿呢。对，你要不提醒，朕都忘了。惠县主年少聪慧，当得起朕赐的这个惠字。此次惠县主立功良多，安通去执笔，惠县主帮助冀州渡过此等难关，理应封赏。即日起封为镇五品县主，赐良田100亩，黄金1000两。另外，从朕的私库取一些女孩子喜欢的布匹，一并赏给惠县主。哎呦，皇上，您这也太大方了，老奴都羡慕得紧啊。下方的永王听到这封赏，心里是忍不住思索之前姜师爷的话。老爷山里，姜师爷气愤地砸了桌上的好几个碗。冀州这些官员都是傻的吗？除了通川县令严童，他们手下的商人行贿给其他官员，竟然都被委婉的拒绝了。你们这群废物，在冀州多少年了？除了张家村和赵家屯的村长，你们拿下过一个当官的吗？这也不能全然怪他们呀。早些年是姜师爷说根基不稳，不让他们接触当地官员，前些年又说什么他们一鼓作气拿下冀州，这些人不是他们的也是他们的了。好大有那老杂毛，真是个废材，为了那点黄白之物，竟然搞僵了和张选的关系。罢了，只要说服惠县主拿下冀州，到时不服的杀了就是。下晌，陈正安让春生把村里人都叫到了村子中央的广场。我要说的这个事儿非常大，听到了的人，不管你怎么选，你这个事儿一定要守口如瓶，不然别说陈家村容不下你，朝廷肯定也要砍了你们全家的脑袋。底下人安静了一瞬间，轰地发出一阵大笑。行了，都安静会儿吧，我刚才说的是真的。这下大家伙可算是信了几分。朝廷那边传了密信给知县大人，咱们冀州要来一伙叛军。这啥是叛军呢？就是要造反。造反？难道要抓壮丁？一些妇人有些担忧地看着自家的男人。那些叛军师出无名，正好咱们冀州遭了灾，他们就想着先拿下咱们冀州。嗨，正安叔，那跟咱们有啥？咱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啊。是啊，那么多村了，还能偏偏找咱们陈家村吗？当家的是不是要抓了你们去打仗啊？哎呦，老天爷呀，这才刚过了几天好日子，造孽呀！陈老汉听说了要打仗，也是吓得一愣。现在他们老陈家就陈老二一个成年壮丁，真要抓人，陈老二肯定要被抓走。那些人确实是盯上了咱们陈家村，但不是盯上了你们，而是盯上了乔乔惠县主。果然是个祸害，看吧，这要是不分出去，现在就是连累咱们全家了。李老太没想到这事儿还和这小蹄子有关系。正安，他不是有本事吗？让他自己想办法吧。俺老婆子这么大年纪了，可没什么办法。娘，您这说的啥话？乔乔一个小姑娘，怎么跟叛军说呀？哎呀，咱娘看不上乔乔，你又不是不知道，好不容易找到机会了，他不得骂两句。不过娘啊，现在乔乔还是县主呢，你这样瞪着县主，怕是也要挨板子呢。李老太的脸色更难看，黄鸭蛋这个贱人，他当初真是瞎了眼，给陈老二找了个这么混不吝的东西。俺就说嘛，这人啊可不能太张扬，没好事呀。王鸭蛋一个箭步冲上去，扯着刘老太太的头发就要打，还好陈老二眼疾手快给拉住了。你个老不死的，你说的是人话吗？要不是乔乔，你们家早就饿死了。
不知道你们家那些粮食都是乔乔借给你们的，你要滚就趁早滚，说什么风凉话呢？别说刘老太了，陈家村所有人现在家里吃的不都是陈乔乔借的粮食吗？要是没有陈乔乔借给他们粮食，怕是他们要去喝西北风了。还不是因为咱们乔乔本事大，那些人不要脸，想说乔乔是他们的人，是他们叛军派来帮助冀州百姓的。天下人一听说为百姓做了这么多好事的惠县主都是他们的人，那他们自然能让冀州百姓高看他们一眼。村里人有些懵，陈乔乔成叛军的人了，那他们呢？他们陈家村的人咋办？大家听好了，那些叛军都是杀人不眨眼之人，一旦他们来了陈家村，不知道会是何种状况。大家如果现在想走还来得及，可是过些日子等叛军来了，怕是就走不了了。这事是因为我而起，如果有人想走，走的人可以来我家领10两银子的安家费，但是千万记住，你们离开陈家村的理由一定要合情合理，过后一定要守口如瓶，否则不管是叛军还是朝廷派来的人都不会放过你们的。陈正安有些无奈地看着陈乔乔，他没想到陈乔乔把话说得这么透彻，10两银子，不少人都心动了。郑安叔，他们会不会直接把咱们都杀了？老天爷呀，这能去哪儿呀？这可咋办呀？哭什么哭？那不还没来呢吗？把他们一家赶走，是不是就没事了？这话一出，周围瞬间安静了。陈大胖子，你说的是人话吗？李老太想说什么，被陈老汉给瞪了回去。咋地？都死了？大胖说的有错吗？凭啥让咱们走？他不是善人吗？不是乐意做好事吗？折腾他们一家人，总比折腾咱们一村子的人强啊！这次刘老太太说的还有点道理，万不得已，他们也不想离开陈家村。我姐走了，叛军来了会放过你们吗？他们要是问你们我姐的行踪，你们是说还是不说呢？你们要是不说，严刑拷打，你们坚持得住吗？你们说不知道，人家会信吗？有人开始惊慌失措，还有妇人坐在那里哭，不少汉子垂着头，3、5成堆的，不知道在说啥。这叛军来了，也不是一定就杀人，他们求着咱们惠县主呢，怎么能直接就撕破脸皮呀？俺老婆子也不走，你们年轻人走吧。我们也不走，那些叛军既然要求着乔乔办事，总不至于一上来就杀人吧？这是咱们家，俺也不走。俺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就是惠县主那会儿的酒席，俺这辈子值了，不走了。这事也不能都怪乔乔，他要不是为了给村里找水源，帮冀州城的灾民，也不能被那帮王八羔子注意到。不走了，听天由命吧。你们爱走不走，俺老太太是要走的，不是说给10两银子吗？赶紧给！李老太也心动了，那可是10两银子呢。可是陈老汉和陈老二这2个木头疙瘩，也不知道被陈乔乔灌了什么迷魂汤了。乔乔妹子，铁牛哥留下，但是你嫂子和侄子们不能留在这儿。铁牛这话一出，不少人也都想到了，纷纷提出自己留下，让孩子走。在这逞英雄呢，还想丢下老娘？又不是一定就是个死，怕啥呀？上娃走，我跟你在这儿。哎呀，你这怎么能行呢？呆子，人要是都走了，人家叛军是傻子吗？咱们要是能想个像样的理由把孩子们送走就不错了，你还想着都走？陈乔乔看着大家伙这样，心下也十分感慨。圆圆，把银子拿出来，想走的过来领银子。另外之前借给大家的粮食，那些文书都在这里了，今日就交给村正。这次难关过了，那些粮食就当是白送给大家的了。那些银子可有7、8担呢，说不要就不要了。好啊，大家伙都留下，不过想走的也没事，生死攸关，不怪你们。想想村里平常那些2、3岁的小娃，真要是出了事儿，那比从他身上剜肉还疼。大家伙不要担心，如果大家愿意留下，孩子的事我来给大家安排，孩子们就交给赵夫子和春喜姑姑照顾。我在县城里有一座宅院，到时候可以让孩子们一起住过去，等事情过了再把孩子们接回来。孩子交给我，各位放心，老夫虽然严厉了点，却不会亏待了孩子。春喜也走了出来，和他一起的还有芳芳。大家伙放心，俺也跟着一起照顾这些孩子。要是咱们没了，这孩子咋办呢？若是村子里出了事，这些孩子可以送到他们的姥姥姥爷家里，或者是由我安排的人一直照顾到他们长大。等他们长大成人后，每个孩子都能拿到一笔银子。不要问我银子从哪里来，我陈乔乔说有，必定是有的。惠县主都安排成这样了，俺死也放心了。俺儿子这还能跟着夫子免费读书了，以后长大都不用俺管了呢。经过1晚上的思考，一共有7户人家决定搬离陈家村。他们在陈家村的房子还是归他们所有，以后想回来或者卖都可以。如此过了3日，陈乔乔又给村里人发了一批粮食，
这已经是陈乔乔最后的存粮了，其余的之前已经都支援了冀州。村里人嘴上不说，心里还是紧张的七上八下的。陈乔乔看着也不是办法，最后想想还是要给大家找点事做。第二日，陈乔乔就写信到了冀州，托刘主簿柳群帮着找2个得用之人。这画师不要求是什么名家大师，最好是能画一些生动、色彩鲜明的画作。这木匠呢，最好是年轻的，爱琢磨东西，打个新鲜物件。除了柳群，他还托了狗牙子几人。陈乔乔看着狗牙子几人带来的乞丐。狗牙子，你是不识字，你还不能找个识字的看看那信了？姐说的是木匠，是画师，你确定？怎么的？成了县主了，这年纪也上去了，你怎么还成姐了？这几个人是我新收的小弟。有发展呀！没想到你志向还挺大的。你要真成了丐帮帮主，这以后卖消息也是条不错的路子呀。那些个大人物还不得都求着你买消息？什么丐帮帮主啊？他们这是家里遭了灾，他们爹娘没得早，这回闹饥荒都被人给卖了。俺狗牙子看不下去，仗义行事，帮他们从人牙子手里逃了出来。陈乔乔更头疼了，这要是让人发现了，他堂堂县主竟然穷到又逃奴。不过县主大人，你刚才说的那什么小道消息，什么大人物求着我，是啥意思啊？您辛苦辛苦，给我仔细说说呗。赵猴，你给咱县主大人介绍介绍，看看咱们这带来的兄弟有没有废物。第一位，鲁大师，别看小年纪，学木匠10年。啥？你跟鲁班啥关系？没，俺就是觉得鲁班厉害。俺其实姓岳。那你都会做些什么？俺从小跟着俺师傅，跟着10年，学就学了3年。那你会什么？木匠活？做个小板凳、桌子、椅子这些的，农具啥的也成。第2个少年叫铁锤，从小学打铁的，也有把子力气。狗牙子想着，陈乔乔找木匠估计是要盖房子，那铁锤肯定也用得上。做个自我介绍，怎么这么呆呢？那少年攥了攥拳头，压了压心里的气。我叫木头，和家里人走失了。陈乔乔看着这个叫木头的少年，总觉得他和另外2个人有些不一样。那你会些什么呢？什么也不会。这兄弟啊，打架还成，跑得比他们都快。除了木匠，陈乔乔真心用不上，可人都带来了，而且看着还挺可怜的。看着狗牙子那下巴都要仰到天上去了，他要是不收，这大哥的面子怕是保不住了。确实不错，这3个人不错不错。怎么样？我就说肯定能留下吧。狗牙子一脸得意地看着瘦猴、大鹏几个人，都别走了，晌午在这儿吃吧。芳芳，你去买些肉，中午做些好的。圆圆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袋银子，陈乔乔把钱递给狗牙子。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还给钱呢？你把人救了出来，他们现在都成了黑户逃奴了。你去找那人牙子把钱给了，生气拿了给我才成。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我是县主呀，让人抓住把柄不好，而且他们也需要个身份，以后总要娶妻生子，不能一直是黑户啊。狗牙子浑不在意的把钱收了起来。记住啊，必须把生气给我，不然用着不踏实。知道了，县主大人，回去就办嘛。现在你赶紧给我说说那丐帮的事儿。不过既然狗牙子感兴趣，他就说说，有点事儿做总比天天街上晃悠的强。你想啊，乞丐到处都是，大街小巷的，很少有人注意他们。他们要是往酒楼旁边一坐，那谁进去谁出来了，他们是不是都知道？他们要是躺在哪家大户人家门口睡着了，那这大户人家发生点什么事，他们是不是也有可能知道？这有啥用啊？笨呐！比如你是做生意的，你的对手要是什么都被你知道了，你说你是不是占了先机？要是那些当官的想了解自己的对手有什么把柄，狗牙子也不是傻子，这么一说他就懂了。可这有啥好处呢？他们凭啥加入丐帮听我的？加入了丐帮，你就是他们的帮主。他们要是在街上被人打了，你可以帮他们出头。你们丐帮给人家收集情报也不是免费的，到时候有了钱，帮众部也能沾光。狗牙子若有所思，那他的小弟岂不是更多了？鲁大师3人洗了澡，换了陈乔梁和柱子的旧衣服，一下子是顺眼了不少。特别是那个叫木头的青年，好看的有些太明显了。大哥，你快来，你看木头啊，这小少年皮肤很白，给人的感觉十分干净清爽，那种既有力量又有些温柔的气质，让人很难从他的身上挪开眼睛。陈乔乔赶紧摇了摇头，这种妖孽他可拿不下。木头这个名字配不上你，
以后叫木槿吧，随便起的，等你想换了再换就是。木头没有说话，也不怎么看众人，有些不自在的点了点头。鸡大爷格外喜欢王老太爷，王老太爷竟然也看上了这杂毛鸡。每日天一亮，王老太爷就带着鸡大爷从家里出去，也不知道一人一鸡去哪里。又过了3日，陈家村村口突然显多了几个眼生的外人。陈哲安壮着胆子带着春生和2个后生一起到了村口。你们干什么的？在我们村口晃悠什么？我们是来探亲的，这是陈家村吧？哎，惠县主家是在这里吧？鬼头鬼脑的，一看就不像好人。几位这可冤枉我们哥几个了，我们呢都是人家的下人，老爷让我们来探探路的，我们这人生地不熟的。惠县主是我们陈家村的，你们老爷是他们什么亲戚？怎么从来没听过呢？那仆人说自己叫老邢，他们老爷姓姜，曾与陈大牛有过交情，这次是特意来寻陈大牛家里人的。陈哲安更犯嘀咕了，陈大牛在外面有没有朋友他也不知道，这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这人是真的还是假的了。第二天一上午的时候，一辆颇为华丽的马车晃晃悠悠地进了陈家村，一个老仆模样的人敲开了陈乔乔家的门。这反贼还怪有礼貌的呢。您找谁？我们是来见惠县主的，我们家老爷啊，曾与惠县主的父亲有旧交。你们等一下，我去通报一下我们小姐。圆圆内心嘀咕，这2个人看着不像好人。小姐，人来了，2个糟老头子，40多就糟老头子了。不知这位先生是？在下江涛，年轻时曾和惠县主的父亲有些交情。当年你爹曾经对江某有过救命之恩，如今江某小有家资，特来寻找昔日恩人，想要报答一二。你继续演啊！我爹怕是连通川县都未必出过，还能对你有恩？没想到家里仆人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了恩人的下落，却听说恩人早些年就去了。我这心里呀。说着，江涛虚虚地按了按眼角。江叔叔不要难过了，家父福薄，早早的去了。好在呀，陈兄留下了你们兄弟4人，也让我有个念想哎。江叔叔家里请，我大哥外出没回，不过家里除了小女，还有2个仆人，倒也不会被人说了闲话。好啊，老邢，把东西搬进来，这都是我这做叔叔的一片心意。那老邢也是懂得送礼的，当着村里看热闹人的面，把2个大箱子从马车上搬了下来。没想到竟然还能发笔小财。陈乔乔突然想起了一句话：富贵险中求。晚上，乔梅和央妹一人手里拿着几样点心，正吃得开心。陈乔生打量着这2个人，面上不显。陈乔良还憨厚地打听江涛和他爹陈大牛年轻时候的事儿。江叔叔，我爹已经故去了，留下我们几个孩子在这陈家村艰难度日。江叔叔能来看我们，侄女心里甚是感动。不知道江叔叔从哪里来？我这些年奔走各州，做小生意。我这次回来颇有些家资，就想到了陈兄，没想到啊，造化弄人呐。江涛却是大方，带来了不少冀州才有的糕点，还有一些名贵的布料，又给4个孩子准备了见面礼。陈乔良和陈乔乔是玉佩，陈乔生是一套笔墨，陈央妹送的是一套刺绣用的针线，颜色有30多种。倒是还没料到还有一个乔梅，不过江涛也没有尴尬，拿出一个荷包，里面有些银锭子，都给了乔梅。江叔叔真是大好人，江叔叔可真是大好人。有了江叔叔，我们兄妹4人以后再也不用受人欺凌借钱度日了。陈乔良有些呆愣的反应不过来。姐，我们借了很多钱吗？乔梅也有些忐忑不安，她低头看着手里的荷包，一回给二姐吧，家里肯定借了不少的外债。大哥二姐为了这个家着实辛苦了，今年收成不好，二姐虽做了县主，可那银子都贴补了冀州百姓。等我长大了，一定多赚银子孝敬大哥二姐。江涛内心冷笑，果然是乡下的，眼皮子忒浅了。孩子们，江叔叔来了，就什么都不用怕了。你们借了多少银子，和江叔叔说，江叔叔帮你们还上就是了。哎呀，怎么说起这个了？都怪我嘴快。江叔叔先和大哥说话，我去做些吃的来。陈乔乔连忙做出一脸自责的神情。无法，叔叔吃什么都成，不用太破费。想让我们破费，想多了。为了给大家找活干，陈乔乔一大早起来就和陈哲安开始张罗。大家伙儿都去山里找木头，这木头乔乔收，给银子的。
啥？那木头还给钱？还有这好事啊？老爷山里啥都不多，就是木头最多了。没想到那陈乔乔竟然还要给他们钱，要20克。村里人没啥事的都去吧，只要去山里干活不偷懒的，每人每天50文钱。俺去，还有俺也去。柳群给陈乔乔找的人也来到了陈家村，2个画师，2个木匠。陈乔乔让2个木匠做2套七巧板，这七巧板是他根据现代的技艺画出来的，然后又给2个画师讲了一个数鸭子的故事，后让2个画师根据这段故事画一套小童看得懂又有趣的画作来。给你们2天时间，多琢磨琢磨，这不是写实画作，重在可爱，让孩子看了喜欢。2个画师看着陈乔乔画的鸭子，那鸭子竟然还会笑，还笑得很开心。江涛并没有要走的意思，相反，第2日还让老邢去镇子里买了米面和油，又买了不少的猪肉和日常的一些家用的东西。他自己则是带着礼物登了老陈家的门，对着陈老汉和李老太一顿感谢，夸他们养了个好儿子。江涛给陈老汉和李老太带了2样精致的糕点，1匹上等的布料，还有谢礼20两纹银，这可把李老太太高兴坏了，一叠声的让王鸭蛋去买酒买肉，好好招待江涛。江涛实在没办法，只能在陈老汉这里用了午饭。这个江涛实在是会做人，老邢从镇子里回来，买了不少的花生和糖，他就拿着这些一家一家的送。每到一家就打听人家有什么人，平常日子过得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难处，活像个大善人。后天又直接到镇子里买了2头大肥猪，说是要替他兄弟陈大牛谢谢村里人这些年对他爹娘和几个幼子的照顾。这一系列骚操作简直让陈乔乔措手不及，这是收买人心啊，怕是打算之后让全村人一同逼着你就范呢。是啊，这糖衣炮弹马上就要把全村人给俘获了，要不是陈正安隔三差五的挨家敲打，只怕他们都把牢底交代了。2天后，那2个木匠做的七巧板都上了颜色，看着和现代的已经相差无几了。陈乔乔摩挲着七巧板，又把七巧板拿给了乔梅和央美。陈乔乔简单教了他们怎么玩，2个孩子学了一下就会了。江涛在一旁看着，竟然也起了兴趣，拿糖哄着乔梅把七巧板给了自己。2个画师画的鸭子就一言难尽了，多画些日子看看吧。江叔叔，您看我这七巧板如何？有些意思，不过是小孩子的玩意罢了。江叔叔，你说要是村里人以后做七巧板卖，怎么样？要是还有其他的东西，倒是可以试试。如果只这一种，怕是有些太单一了。陈乔乔心里不得不夸着老反贼还是有些头脑的。不知江叔叔可否愿意和侄女合作？侄女还缺些银子。我是来干什么来的？乔乔说说怎么合作。接下来陈乔乔开启了他的忽悠本事，山里的木头不要钱，只人工要些钱，他可以出钱包一部分山地。另外除了七巧板，他还有其他可供人消磨时间的玩具，比如拼图，还有一些文人肯定特别感兴趣的华容道。江涛听得非常详细，有的时候还要打断陈乔乔，问问这些都是如何用的。陈乔乔也介绍得非常详细，这可是反贼的钱，不花白不花。听到最后，江涛竟然真的来了兴趣。乔乔果然聪慧，这些都能想得出来啊！不知这华容道还有这七巧板，侄女都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些都是我3弟琢磨出来的。我3弟天生聪慧，只不过是家里太穷了，去年才去了学堂。他从小就爱琢磨这些东西，不过都是偷偷琢磨罢了。陈乔生那个6、7岁的孩子。江涛大手一挥，陈家村这次是真的开始忙起来了。突然多了7个人，肯定是要盖房子的，而且要做七巧板。木质玩具肯定要有加工的地方，所以还要盖一间工坊。钱不是自己的就不心疼。陈乔乔看着手里的5000两银票，兴奋的差点笑出声音来。招工啦！村里要盖一处加工木头的工坊，大家伙都抓紧报名啊！1天70文钱，不管吃。70文，这么多呀！俺报名。惠县主对咱们实在是太好了，俺也报名。哎，乔乔是个好孩子呀，这工钱给的这么高啊！又要盖房子，还要盖工坊，陈家村的人已经不够用了。江涛这个时候跳了出来。
他有人呀，正不知道怎么把人弄进陈家村呢，这机会不就来了吗？侄女不用忧心，叔叔给你找人就是了。陈乔乔本着不用白不用的原则同意了，这人多了总要吃吧。陈乔乔直接让乔梅联系了陈老二和王鸭蛋，大锅饭走起来。姜师爷一共找来了20个人，这些人都是年轻的汉子。侄女，这都是叔叔家里的家丁，你看着安排吧。谁家家丁壮得跟小牛犊子似的？姜叔叔，您这样侄女都不知道怎么报答您了。这些家丁领着您的银子给我们村里干活，村里人一定会记得您的大恩大德的。合着还没有工钱呢，这是。大哥，你带着这些大哥把村里的主路修葺一下吧。村里既然要做生意，这路肯定要修一下的。人多钱也多，陈乔乔不趁机给村里谋福利就怪了。陈正安也没想到这江涛竟然如此有钱，又给村里修路又要盖公房的。他感觉陈家村这回是真的要发达了，他高兴的都要忘了反贼的事了。话说这反贼到底什么时候来呀？村里人这天天提心吊胆的呀。鸭蛋呐，你说这几个孩子是不是原谅我了？我当年怎么能那么混账的，简直就是个王八蛋。行了行了，别侮辱王八了，那王八都干不出那事儿来。6文钱2个杂粮馒头，1大碗萝卜白菜汤。陈老二、王鸭蛋管这些人中午和晚上2顿。终于在一个月色朦胧的晚上，姜师爷怀着忐忑的心情，看着对他一脸感激的兄妹4人，说出了自己一直想说的话。这冀州啊，多亏了乔乔才有了今日，不然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呐！这朝廷的贪官污吏实在是太可恶了。就是这些贪官污吏太可恶了。冀州城太可怜了，百姓民不聊生，穷困潦倒，再这样下去，怕是要发生暴乱了。我觉得还好啊。大哥，你去看看姬大爷，他最近总是做噩梦，睡得不踏实。陈乔良一脸懵地走了，直到从姬大爷那里溜达了一圈，才回过神来，姬还能做噩梦？只半个月的时间，陈氏木制品工房就盖好了。在老爷山脚下，陈乔乔直接让村里人运送下来了够用到开春的木材。除了7巧板，陈乔乔还设计了几款拼图，分别是6块、18块和36块，以及一款72块的地狱拼图。样品做好后，陈乔乔第一时间拿给了老反贼。还别说，这个村里除了这老反贼，别人还真不一定能欣赏得了他的佳作。老反贼也确实给面子，那些拼图他看的是爱不释手，特别是72块的仕女图。老反贼一整宿没睡，终于拼好了这幅色彩十分鲜明、有层次的仕女图。妙啊！妙啊！此物一出，必定为世家大族所喜爱。不过老反贼最喜欢的还是华容道。游戏通过移动各个棋子，帮助曹操从初始位置移到棋盘最下方中部，从出口逃走，不允许跨越棋子，还要设法用最少的步数把曹操移到出口。这华容道千变万化，破解的手法也不是一种，有的这老反贼研究了。老反贼一口气又给了陈乔乔2万两的银票，让陈乔乔加快生产的速度。1个月后，他要让华容道和拼图出现在大康朝的9大洲。老邢心里这个急，每次想提醒江涛他来这的目的，可江涛一直在忙着研究华容道，哪有时间搭理他？没办法，老邢只能自己上了。每天没事就在村里唉声叹气的感叹朝廷不管冀州，抛弃冀州百姓，朝廷官员贪污了冀州的救灾银子和粮食，害得冀州百姓流离失所。好可怜呐！我们要去盖房子，要去做7巧板赚钱了。那个惠县主，木槿啊，有事？惠县主，我想去工坊试试。你可识字？木槿被问得一愣，身体突然有些僵硬。你看看你，就随口问了这么一句，就紧张成这个样子，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你瞒得过别人，瞒不了我。我也不打听你过去的事，你要是会写字，就去工坊里做个管账的。木槿握紧的拳头又缓缓地松开了，他还以为是有人追查到了陈家村呢。会的，那我去试试。第一批7巧板1000件，华容道2000件，各类拼图3000件，终于在年前完工了，整整装了10辆马车。江涛有自己的渠道，陈乔乔只负责做，卖的事儿他全负责。看着一车车的成品被拉走，江涛露出了老父亲一般慈祥的笑容。华容道他可是给出了不少意见呢，
陈正安还在琢磨，这反贼到底什么时候来？这眼看着要过年了呀！东西拉走的第二天，冀州方向3匹快马来到了陈家村，略微有些震惊。镇子里通往陈家村的路竟然都是石板路，陈家村的主路也都铺得整整齐齐，要比其他地方的路好走多了。这陈家村竟如此富庶吗？陈乔乔被晋升为正五品县主，赐良田100亩，黄金1000两，另外还有不少的布匹。这次无论是陈乔乔还是村里人都淡定了不少，可一听到那1000两黄金，饶是陈乔乔都不淡定了。得了，陈乔乔偷偷朝后面看了一眼，又晕了好几个老头。老邢，最近京城怎么没有信传过来？这惠县主竟然又晋升了！老邢都快要哭了，我的个天爷呀！您还知道京城的信儿呢？老爷，那个信半个月前就给您了。我最近这么疏忽吗？没事，晋升对咱们的事儿也是有好处的。您还记得咱们的事儿啊？我差点以为您乐不思蜀忘了呢。经过这老反贼和那老邢2个人每日对村民的洗脑，不少人心里已经隐约对朝廷有所不满了。陈乔乔没想到这老反贼天天研究华容道，竟然还有时间琢磨其他弯弯绕绕的。看来还是玩具太少了，需要开发新玩具，让他继续玩物丧志了。半个月后，京城和各个州府突然流行起了一个叫华容道的小玩意儿，就连一些朝廷官员下朝没事都要玩上许久。姜师爷看到各州传回来的订单，哈哈大笑。他就说嘛，这华容道他是最看好的，果然聪明人的眼光都是一样的。怎么样，大侄女，我就说这华容道会大卖吧。每日忙忙碌碌，陈家村迎来了新年，村里人围成了一个圈。江涛拿着蔡祥的信，正在给大家伙念：本官一切安好，甚是思念大家。村里的孩子们读书可还认真？这个冬天，村里老人还咳嗽不？拐杖大娘的拐杖，我在的时候已经要坏了，我这次特意给他老人家买了一个新的。乔梁，明年是不是要成亲了？絮絮叨叨的竟然写了3、5页。哎呀，小蔡是好官呀，我老婆子这拐杖换什么换？给隔壁他大爷吧。蔡大人最爱吃俺蒸的粗粮馒头了。胡说，蔡大人呐，最喜欢吃俺家酱菜。哎呦，去！你们2个呀，蔡大人明明最爱吃俺老婆子做的大饼子。这蔡大人到底有没有吃过好东西？这么看来，他在陈家村这吃的还不错呀。姜师爷呀，想想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吧。这个时候，您不是应该挑唆一下？行了，信念过了，走。听说乔乔又设计了新的华容道，难度增加了。我看您好像那华容道里的曹操，这辈子是别想出陈家村了。这次来县城，陈乔乔特意让陈正安一起过来的，还有几个是孩子的爹娘。还没进宅子，里面就传出了志同的欢声笑语。陈乔乔觉得好亲切。春喜姑姑，姐。哎呀，圆圆，你怎么来了？大家快看，这是咱们村里的惠县主啊，快叫乔乔姐。春喜抱着一个小奶娃，那娃娃还小，不会说话，只呜呜地吃着手指，好奇地打量着陈乔乔。孩子他娘呢？齐宝都这么大了。齐宝娘去买菜去了，我帮着抱一会儿。陈乔乔把带来的糖分给孩子们，又让圆圆拿出准备好的包裹，包裹里是4套新衣服，这些是给在这里照顾孩子的4人准备的。姐姐，我们有吗？都有的。来了，娘，娘。有几个孩子看到自己的娘都忍不住地叫了出来，其他孩子看到没有自己的爹娘有些失落，不过也还好，他们手里都有糖，而且过了这么些日子了，也都习惯了。孩子们都挺好就成。他们在家里都吃不饱，可来了这里，陈乔乔可是给足了粮食的，隔3差5的还有肉吃。明日就是新年了，下晌大家伙都放下手里的活，去村子中央的广场上有好事。不到半个时辰，村中央的广场就聚满了人，有的说是蔡祥送的东西到了，还有的人说是不是谁家要娶媳妇儿，杀了猪啥的。胡扯呢，杀猪还能叫全村人？那得是多大的猪啊！就是娶媳妇儿也不用叫咱们都来呀，碰到了说一声就是了。不过一会儿，远处传来撕心裂肺的猪嚎叫声，村里的几个汉子2两一组，一共抬了6头大肥猪过来。哎呦，这大肥猪啊，养得可真好！哎呀，这谁家杀这么多猪？这村里人都围了过来，后面又来了不少人，这些人都是在木工房里做工的妇人，手里都抱着不少的包裹。老少爷们们，大家都消停消停，俺说2句。
后面还跟着陈乔乔一家、江涛和老邢。说话的，过会儿分不到猪肉。啥？分猪肉？郑安说俺家有份不？俺老婆子这不是做梦吧？陈正安脸都黑了，这怎么还更热闹了呢？大家伙儿都别吵吵了，让叔说完，赶紧分东西了。王老太爷坐在一旁的石墩子上看着热闹。这大肥猪是江涛江大老爷给咱们村送的，让大家伙儿过个好年。咱们大家伙儿啊，一定要好好谢谢江大爷。江某人也是穷苦出身呐，承蒙陈家村大牛兄弟照顾，如今又和我大侄女陈乔乔一起做生意，怎么能不回馈父老乡亲呢？这几头大肥猪一会儿就杀了，让咱们陈家村大伙儿家家都能吃上肉。您倒是说正事儿啊！除了这些猪肉啊，一会儿还有馒头，有糖。江某和京城里的一位王爷有些交情，王爷心系百姓，对咱们冀州百姓更是日日惦记。不但咱们陈家村、冀州城的百姓都能收到咱们王爷给大家伙发的馒头。老反贼可算是说到重点上了。啥？王爷给咱们做的馒头？这猪也是王爷花钱买的。这王爷哪来的这么多钱？该不会是贪污的吧？给这位大嘴的村民点赞。猪肉都堵不上你的嘴呀！王爷高风亮节，远在京城还能想着咱们，实在是位好王爷啊！大家伙千万不要忘了王爷的恩情呀！啊，对，这王爷呀，确实是个好人。不知是哪位王爷？这位王爷是咱们的永王。这该死的猪！后面2个字被一大片猪嚎声活生生的盖了过去。老邢郁闷，永王殿下太不容易呀！哎，好了，大家伙儿先把这几头畜生宰了，这个叫唤的。陈正安话落，一头猪已经失去了它宝贵的生命。你呀也太快了吧！猪杀完了，果然清静了不少。大家伙儿别看了哈，这分猪肉还得些时候呢，让老刘先收拾着，咱们这好事啊还没完呢。陈正安说着话，怎么都止不住脸上的笑。都过来，把包袱打开。一双双崭新的鞋子露了出来。这老些鞋子，这也是给俺们的？这也是王爷准备的？哎呦，这王爷，还要给王爷磕头？不是王爷，这些鞋是乔乔出银子，村里的妇人们给大家伙做的。过年了，大家都能有新鞋子穿，也就不怕冻脚了。惠县主啊，肯定能找个好夫君。好话说了一堆了，他们怎么都表达不了他们的心情，这才憋了这么一句。陈乔乔一顿无语，他谢谢了。啥是夫君啊？就是大哥找翠花姐，大哥就是翠花姐的夫君。不是，大哥是翠花姐男人，不是夫君。好想回家呀！还没完，这好事啊多着呢。为了让大家能过个好年，惠县主给大家准备了粮食，每个人3担，孩子2担。这粮食啊，晚上大家去养鸡场拿，老谢已经给大家都准备好了。一听到还有粮食，村民们再次沸腾了。他们陈家村到底积了什么德，才能出了个惠县主？让惠县主给大家伙说2句，大家伙安静。这一年，大家伙经历了蝗灾、虫灾，后来又来了老反贼，马上过年了，希望大家这个年能够过好，猪肉好吃，白面馒头也好吃，大家伙只要明年努力，以后咱们陈家村家家都能日日吃白面馒头，吃猪肉。对，日日吃猪肉。好，惠县主说得好。老邢没眼看一旁的江涛了，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我哪知道他们追求的这么直白。下面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这个冬天我们村里变化非常大，这些变化不是王爷给我们的。江涛神色大变，这个惠县主，王爷远在天边，我们看不到也摸不着。我虽为县主，可能做的终究有限。公房是江叔叔出钱建的，路是江叔叔出钱修的。你们之所以能赚到银子，都是因为江叔叔。我们陈家村人不是不知感恩之人，乡亲们，我们一起给江叔叔鞠躬。江涛有些不知所措。江叔叔，陈家村人感激您，虽然您是老反贼。是啊，江老爷，请受陈家村众人一拜。大伙这不必如此啊！我只是在利用你们呐。老邢愣在了那里，把头转过到一旁，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那啥，郑安叔啊，说完了没？
俺家老二有话说。来，让老二说。虽然陈老二还欠着大家伙粮食呢，不过这一年谁家有事，陈老二都带着2个儿子去帮忙，出息了不是一星半点的。我陈老二。哎呀，老二，这咋还磕巴了呢？都一个村里的，有啥话赶紧说吧。是啊，怎么岁数越大还越不如孩子们了呢？啊！去，俺家男人说话你们别打岔，有本事你们上去。那几个人一听是立马闭嘴了。我陈老二之前做了不少缺德事，在家对不起大哥留下来的孩子，对外对不住村里的大家伙儿。我陈老二曾经为了2两银子，想把乔乔卖给别人做媳妇儿，还进过赌坊，这条腿就是赌坊里瘸的。后来俺又认识了奸人，害了大家。这些话说完，陈老二觉得轻松了不少。今年我赚了些钱，虽然不多，可我想着能还一份是一份。以后每年我陈老二和2个儿子赚的银子，一定会慢慢把欠大家伙的都还上。王鸭蛋捂着嘴，怕自己哭出来。这一年他和陈老二省吃俭用，就是为了这一天。老二啊，乔乔是你亲侄女儿，这一年乔乔没少补贴大家，你意思意思就行了。不行，战叔，乔乔的是乔乔的，我还不完，还有儿子，还有孙子。陈乔乔叹气，算了，既然这个二叔学好了，以后有赚钱的生意多带着些吧。今年陈家村这个年过得比往年都要富庶上一些。江涛看着这满满的一桌人，甚是感慨，他有多少年没好好过个年了。陈乔乔打了好酒，让这几位都好好的喝上几盅。陈乔良傻呵呵的乐，他家一年比一年好，明年他就能娶到翠花了。陈乔生则是没事的时候就打量江涛，江涛不胖，头发有些许白色掺杂其中，穿了一身普通棉布衣裳，看起来和村里的老头都差不多。如果不说，谁能看出来他是个老反贼呢？陈乔乔哪都没有去，他偷偷的喝了2盅竹叶青，头有些晕，躺在自己的屋子里昏昏欲睡。闭上眼睛，顾玄之的脸一点点变得清晰。顾玄之，你要不要娶我？一枚小小的玉佩轻轻地放在陈乔乔枕边，那人冻得有些发白的脸上轻轻喝出了些凉气。娶的。几个老头越喝越多，越喝越晚。老爷，咱们到底……老邢啊，你说咱们造反到底是为啥呢？老邢一个机灵，赶忙去看周围有没有人。有什么好看的？你看那惠县主看着不显，可华容道那种东西都发明得出来，像传本之人。村里每小声议论着什么，见到咱们又都若无其事了。你不奇怪，还有这村里最大的孩子也7、8岁了，再小的都没有。怎么这村里要绝户了？这陈家村明显是有所察觉的。不能啊，我看村里人对咱们没啥防备啊。村里人不一定知道咱们的身份，可他定然是有所察觉的。那咱们还等什么呀？是抓是哄还是骗？您一句话的事儿啊！人老了，这心气呀变了。您才40多，说这干啥呀？年轻的时候想着干一番事业，科举的时候被狗官陷害，毁了前程，投奔亲戚又被嫌弃，给人做了倒插门女婿。江涛那时还没有放弃读书，谁想自己妻子竟有个青梅竹马，2个人勾搭到一起去。岳父岳母不但不帮他，还因为对方在府衙当差，诬陷他偷人，最后硬生生把他打出了家门。自己妻子找的那官差隔三差五的在街上羞辱他，要不是被逼无奈，他何至于此呢？可是之前粮食的事儿，开弓没有回头箭呐。老邢啊，你说我后悔了怎么办？老邢双眼微眯，有寒光闪过。永王不会放过你的，也不会放过咱们的。也不知怎么了，以前呢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人，怎么才在这么屁大的村子待了2个月，就再也不想回到那阴暗潮湿的大山里了呢？咱们这些年图的啥？江师爷，这不是笑话啊！10万大军怎么办呢？哎呦，老邢啊，好你个呆子，哪来的10万大军呢？那都是唬人的罢了。啥？唬人的？这事儿永王知道？咱们到底有多少人呢？超不过3万就是了。老邢想杀人。老邢啊，你知道10万大军是什么概念吗？吃喝拉撒一日要多少银子和粮食吗？这造反呐，只要几千人拿下那州府衙门，控制了那几个大官，其他的还不好说了。那咱们到底在等什么呢？谁知道呢？永王殿下多疑，心思缜密，得有万全之法，放开行事，要依着我
早就反了。这是新年礼物吗？抓了这老头，是不是这回就完事了？说好的10万大军呢？京城的夜晚灯火通明，信鸽送到的时候，龙景帝正在看奏章，烦躁地打开密信。龙景帝看了一遍，揉揉眼睛，一连看了5、6遍。好啊，好啊！龙景帝快速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御书房里走来走去，激动得无以复加。那年我15，永王13。父皇带我们去打猎，还有几个皇叔家的兄弟。父皇提出让我们兄弟几个比比看谁一天内打的猎物多。到了晚上，大家都回来了，只有永王还迟迟未归，而我只得了个倒数。龙景帝的思绪飘得有些远，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年纪。迟迟归来的永王就有些难看了。造了一身的灰尘不说，也没有打到几只猎物。永儿说说，你为何回来的这么晚？又怎地只有这点收获？儿臣想着白日这些动物跑得快，想好好筹划一下，是布置陷阱能多抓一些，还是要多些人把他们围起来好。可围起来需要的人手太多了，儿臣没那么些人呢。又想着大家一起追的那个猎物跑不动了，必然能射得更容易一些。然后你又开始左思右想，布置陷阱要布置到哪里好？要是众人一起追赶，那些猎物能跑多远？要多少人？是骑马好，还是偷偷跟着好？一来二去，天就晚了，最后只打了这些回来。永王点了点头，还是父皇了解他。儿啊，天道无常，凡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往往你计算太过，这人和有了，天时却过了。如今想来，父皇一开始怕也属意过永王。父皇弥留之际，曾拉着永王和自己的手，嘴角含笑的让自己以后行事多想想，切不可急躁，不可意气用事。对于永王，父亲只是摸摸他的头，说他这辈子都是个孩子，只怕难成大事，做个富贵王爷就是了。安童，你说朕是个好皇帝吗？大冷天的，安童硬是吓出了一身的汗。是个好皇帝。问你是白问，朕应该问这天下人。陛下呀，这天下人说的也未必就是真的。这话怎么说？这人呢，他说什么是他的眼界决定的。这要是过得好了，他就说皇帝是个好皇帝；可要是过得不好了呢，可能就要说呀，这皇帝啊真不是个好皇帝。但是陛下，那些个赌徒、好吃懒做之人，如何过得好啊？所以奴才想，这天下人说的也不一定就是事实。那你说说，谁能回答朕？刚才那话呀，可不是奴婢说的，那是先皇说的。先皇还说要自己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要问自己的心。问自己的心。龙景帝久久回味着这句话。老安，明日宣永王觐见。江涛大口大口地喝着酒，夜空澄净而遥远，人心孤独而怅然。老邢老曹他们要进京了，我们一道去。去干嘛呀？去亲眼看看，然后也许就知道答案了。你刚才还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呢。别忘了山里还有那么多人呢，他们有啊。一连到初六，陈家村都喜气洋洋的，而李家村却炸了锅。杀人了！杀人了！那汉子一连摔了好几个跟头，都爬不起来。大家伙快出来啊！常海叔家出人命了！救命啊！快来人啊！众人一起去拍李长海家的门，却一点回应都没有。都啥时候了，还敲门呢？强子，踹开！那后生也不含糊，几脚下去，大门轰然倒地。一个妇人披头散发的蹲在那里，嘿嘿的笑，旁边还放着菜刀。院子里的雪地上都是血迹，李长海夫妇还有李老大一家4口被摆得整整齐齐地躺在雪地上。